從沒見過這麼牛逼的男人，獨自在野外建造豪華木屋，內部設施不但一應俱全，還有真理的時刻相伴，即使熊大來襲也得躺板板。喬森原是一家酒店的掌勺人，由于厭倦了充滿油膩的生活，決定放棄100萬年薪到野外沒苦硬吃。只見他拎着油鋸走進叢林，對着樹兄就是一頓瘋狂輸出，很快就在斜坡之上開闢出一塊風水寶地，接着搖來鏟車鏟掉表層的植被。嚴謹的他用標記線規劃出地基的區域，看來這面積起碼200平起步。接着就根據記號在地上刨出基坑。別看喬森外表粗獷，內心卻十分的細膩，每一根樹樁都要親手挖乾淨，挖到底下全是大小不一的鵝卵石，小的1斤只有500克，大的1噸起碼2000斤。接下來喬森來到自助建材市場，給成材的雲杉做上標記，之後便動用超能力把樹兄變成木兄轉移到工地。接着喬森再用刮刀扒去樹皮，看着褐色的樹皮一片片剝落，露出雲杉原木色的紋理，這個過程讓他感到十分的治癒。同齡人還在朝9晚6時，他卻沉浸在深山老林裡無法自拔。終於在他處理好所有木材後，木屋的搭建正式開啟，而這些大自然贈送的石頭正是搭建地基最好的材料。只見他先架起原木調整至水平，而後就可以沿着四周開始堆砌。經過2天半的努力，木屋的底座終於安裝到位。嚴謹的喬森先在原木上鋸出卡槽，就能嵌入方木構建出地板的托梁，接着繼續往上搭建牆體。先在木兄交接的地方做好標記，油鋸則根据記號切割出相應的弧度。沒想到喬森才練習2天半，就達到了人鋸合一的境界。為了讓木兄之間能更加的緊密，還得掏出圓規精準畫線，而後交由奔鑿斧鋸進行加工，直到出現平整的溝渠，鋪上亞麻布後，2層木材就能建立真正的親密關係。在牆體達到預定的高度之後，為了山牆能有所依靠，他先在中間支棱起一根方木，往兩邊拉上準線，就可以精準地確定出搭建所需木材的長度。雖然此時已進入寒冬，但喬森每天都跟打了雞血般狀態滿滿。前後的山牆同步搭建，每往上增高1層，都要鑽孔之後敲入木銷固定。此時森林已經覆蓋一層厚厚的白雪，但無論遇到什麼困難，喬森都沒想過要放棄。很快屋頂的框架就搭建完成。此時許久未見的基友也前來拜訪，喬森也沒有跟他們客氣，直接喜提2名免費勞動力。他們齊心協力地幫助喬森密封屋頂，為了防止大雪的入侵，還要蓋上一層擋雨布，接着又拿來木板搭在頂板之上，中間嵌入雙層的保溫棉，只有這樣才能抵禦寒氣的入侵。不僅如此，防水的措施也至關重要。只見他們繼續用木板釘在船子上，對屋頂進行2次密封，完事後還要做最後一道防水。隔天，喬森將門前的積雪給清理乾淨，就得到了門廊寬敞的區域。同樣是拿來油鋸給原木鋸出凹槽，扣上之後就得到了與木屋齊平的托梁。為了確保地板的平整，還需要給原木給削成平頭，接着就可以拿來木板直接給鋪設固定好。多出來的部分暫時不用管它，最後直接交給鋸哥全權搞定。為了能早日入住，室內的地板也要排上日程，清理夾雜着鋸末的積雪就成為首要任務。接着才拿來木板從底部進行密封，利用角碼牢牢固定住。為了防止杰瑞偷加，上面還要釘上一層鐵絲網。完事後就可以拿來保溫材料進行填充。這種亞麻材質的保溫棉經濟又環保，安裝也非常的方便。上面還要覆蓋一層油紙，確保不會走漏半點風聲。為了省事，地板乾脆直接購買現成的。由於它們自帶7口，拼接好之後就能嚴絲合縫，接着再用釘子加以固定。就算在上面唱跳 rap 打籃球，都能保證木板不會有任何異動。不過鋪地板的工作看起來簡單，但還是非常的看手藝。期間還需要熟練的運用各種工具，每一處細節都被喬森輕鬆拿捏。就這樣，經過2天半的奮戰，地板的鋪設終於完成。為了防止寒風的倒灌，也是時候給木屋裝上門板。首先掏出油鋸，在牆上鋸出平整的門洞，兩邊鋸出凹槽後，再將方木鑲嵌入內，確保牆體沒有任何跑偏的可能性。隨後他在門檻處鋸出凹槽，再將處理過的木板給卡了進去。完事後，他拿來制作大門的木板全部扔到火盆進行烘烤，而後再給他們來上一套乾洗服務。別說，你還真別說，碳化過後看起來還真的比較有質感。接着將這些木板給拼接起來，就得到了厚實的門板。只見喬森憑一己之力扛起木門，將它穩穩當當地塞入門框內，而後取出加強板的鉸鏈，將一頭固定在門框上，再拿出鋼筋狠狠地敲進木門內，每一錘都使出了81下的功力。確保大門能順利打開後，喬森再取來一對鹿角，將其固定在門板上，成為霸氣側漏的把手。真是紋身師閉眼秀了我一臉。隨着木屋完全密封，喬森也要給入住做最後的準備。只見他將閣樓托梁給削平，而後就可以拿來木板進行鋪設。
邊邊角角再裁切平整。躺板板的區域就算搭建完成，按照劇情，壁爐這個老演員也是時候閃亮登場。由於之前並沒有預留排煙孔，喬森只能拿來工具現場比劃，根據標記捅穿屋頂，之後就可以梳理好排煙的管道。室外冒頭部分還要重新做好防水，才能放心的把煙囱給組裝好。隨着壁爐內的火苗歡快跳躍，室內也逐漸變得溫暖如春。由於之前喬森並沒有預留窗戶，為了提升室內的採光，他先掏出尺子在牆上精準的測量，接着就可以掏出油具，哭哧哭哧一頓輸出。此時木屋的優勢就凸顯出來，想在哪掏個洞就跟呼吸一樣簡單。不過為了防止牆體發生偏移，還要嵌入方木進行固定，之後就可以把系統窗給安裝上去。為了告別打地鋪的窘境，喬森打算自己手搓一張木床，只見他拿來原木各種加工，拼接起來之後就得到了一張双人床。為了方便搬運，又把它給打散，拿到閣樓上再重新組裝起来。由於床腳已經挨着邊緣，為了防止睡覺時動靜過大，連人帶床翻滾而下，底部還要敲入木銷牢牢固定。完事後就可以鋪上床墊睡得安穩。雖然此時還沒有安排上水電，但是多點幾根蠟燭其實也是相當的浪漫。之後喬森再把簡單的家具給安排上，現在他的木屋建造就基本完成了。接下來他還要建造一個旋轉樓梯，